韩国自虐式和解换来日本3巴掌，美国计谋没有得逞，中国留有后手。在前段时间，中国的一个重磅外交举动，到现在都是让人回味无穷，也就是成功斡旋沙特和伊朗和解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注意到，美国也在极力撮合日韩和解，同样都是大国出面和解，但是也就半个月时间不到，斡旋和解的结果却是大相径庭。一边是中东国家如火如荼破冰和解、搞发展合作，而日韩和解却走进了更大的死胡同。要说到日韩和解，完全可以说是韩国单方面自虐式和解。为了和解，尹锡悦是怎么做的呢？先是在韩国3·1抗日独立运动104周年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，称日本不再是侵略者，而是合作伙伴。在这种纪念日说这样的话，韩国民众当然是难以接受。当时韩网骂声一片，但这还不是下限。紧接着，尹锡悦政府又宣布了极易争议的劳工赔偿方案，内容就是韩国企业帮助日本企业赔偿这些韩国劳工，不要日本赔了，韩国企业自己赔给自己。这个方案也瞬间让韩国政坛和民众炸锅，大骂卖国贼，前所未有的屈辱外交。然而争议还没过去，尹锡悦又亲自访问了日本，尹锡悦向日本国旗鞠躬这一幕又引发争议。总而言之，韩国快速主动和日本的和解，带着一种讨好，这种不平等的和解又能保持多久？答案很快就出来了。日本先是给了个甜枣，取消了对韩国的半导体原材料等出口管制强化的措施，但很快韩国就换来了日本的3巴掌。近日，日本教育部公布小学课本上对日本军国主义时期强征劳工轻描淡写，甚至将其描述为被动员参加日本军队的年轻人。韩国还帮助赔偿劳工，到头来日本根本就不认，说这些劳工是志愿者。第二点，日本新课本还宣称诸岛韩国称独岛是日本固有领土，现在被韩国非法占领。原本韩国民众就因为尹锡悦的屈辱外交感到愤怒，非但没有取得多少政绩，反而让日本取到了头上羞辱。这也让韩国和日本的分歧越来越大。韩日是真的和解了吗？不过是美国强行把矛盾暂时压下去而已。任何人都看得出协议里是韩国吃了大亏，美国想要模仿中国还是学不到精髓。这种不平等的和解注定不会长久。而日韩这种强行和解，主要还是为了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，来围堵中国。虽然美国不乐于见到小弟们抱团，但不等于乐于见到在重大行动开始前2个小弟先打得头破血流。这几年韩日经济对抗是相当激烈的，虽然韩国几乎是在单方面挨打，但日本也为此投入了极大精力。韩日把精力都用在了互搏上，哪还有余力为美国当好马前卒？只有加大美日韩同盟，才能加大恶化力度。美国甚至有在东北亚打造亚洲小北约的意图。即使美国能够暂停压制日韩矛盾，但中国也有后手。日韩要是动手，必然避不开实力强悍的北边邻居。看中朝互助友好条约，就能知道中朝的铁杆关系可跟美日韩的塑料兄弟情不一样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